你说呢？大陆的科技水平十分发达，怎么可能呢？就算给大陆20年的一个时间呢，也不可能追上台湾，因为台湾呢是世界第一的，大陆的一个生活水平这么低，那有的人呢甚至连饭都吃不起，吃碗那个泡面呢，那个茶叶蛋呢加一个都觉得是很奢侈的，怎么可能还会有那个精力，包括那个空闲的时间来搞这科研技术，对不对？你说它发达了，那可能都是3D 那个特效吧。在很多台湾媒体啊，包括名嘴的那个口中啊，一直就是大陆这边都是十分落后的，根本呢跟台湾是没法比的。尽管呢大陆在这些年也是不断的在发展啊，但是跟台湾的一个差距呢依旧是非常大的。大陆呢还处于上世纪的一个70、80年代，包括人民的一个生活水平呢还都是非常低的，生活环境也是十分的脏乱差啊，人们呢都非常的没有素质，包括说话大声、说话粗鲁，十分的不好相处啊。每个人呢都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蝇头小利而不择手段。以上呢对于这些不实际的一个言论，荒谬的一个言论，有多少人会相信呢？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想问一下大陆的一个朋友，或者是来过大陆的台湾朋友，事情真的是如此，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啊，并不是真的。记得印象是非常深刻啊，就是多年之前呢，我第一次是从台湾那边飞往重庆的一个江北机场，那时候的重庆的 T3 的航站楼嘛是正式的启用。那第一次呢，当这个飞机降落到平地以后呢，看见身旁的一个建筑物，包括景物，我真的是感觉到这个重庆的机场真的是超级大、超级大、超级的一个现代化，建设的也非常的美丽啊。就是下飞机取行李的时候呢，大家基本上都是非常有次序的排队，非常的有礼貌，就是非常按照依序的出那个舱门，真的是非常的明显啊，完全是不敢想象跟这个台湾媒体包括那种名嘴所描述的差距怎么是这么大。包括重庆的一个高楼大厦，重庆的一个轨道交通，包括从楼里面直接穿那种轻轨，真的是跟我印象非常深刻哦。我在台湾那边根本就没有见到过，当时呢因为我的手机没有这个网络嘛，需要联系重庆的一个朋友，就是在机场里面有那个 WiFi， 但是需要那种密码嘛，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也是非常热情，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帮我调试嘛。在联系好朋友之后呢，就是一路几天下来在重庆那边旅游嘛，也是给我留下来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包括大陆这边移动支付的一个方便性，出门呢根本就不用带什么现金了，带什么钱包了，我到现在甚至已经忘记了现金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同时呢我也感受到大陆这边的同胞对于台湾的友好和帮助啊，是真的就是当下的一个心情呢是完全想象不到，怎么就会说大陆跟台湾差距这么大呢？最初呢在台湾，又或者说呢如今在台湾，某些人呢依旧是不敢想象在大陆生活竟然是只需要靠一部手机就能够生活了。因为真的不得不说啊，大陆实在是太便利了。然后呢我后面就去了那个广州嘛，走在广州的一个马路上，就说广州那边的建筑了真的是跟台湾媒体包括名嘴所描述的那么落后吗？我相信真的并不是啊，真的是完全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顺带也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有一直关注我的朋友啊，应该都是知道的，我一直以来呢都是给大家呢进行拍摄，也希望呢能够将大陆最真实的一个城市里面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就是做分享，然后去做交流。也希望呢有人了解的朋友啊，可以在下面呢多多留言，多多补充啊。咱们接着刚才说，你说大陆落后嘛，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个事实啊，在广州那边呢最贵的一个地段，1平方的一个房价大概是30万左右，就是有些人呢1年、2年甚至3年呢都不见得能够买得起这里1平的一个房子。在广州呢甚至有个地方它叫做沙岛，甚至就是那种有钱人那种富豪呢都不见得能够买得起的啊。我相信呢一直有关注我的朋友应该也都是非常清楚的。其实呢有来过大陆的台湾的朋友啊，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呢，现在的大陆呢它不仅科技十分发达，就连人民的一个生活呢也是非常的幸福，真的是安居乐业啊。当然了，如果说呢到现在呢还有点不相信我说的这种情况的朋友，可以在事后就是以后有机会实际就是坐飞机或者坐什么来到大陆这边多来走一走，多来看一看，相信呢有来过大陆的就是台湾省的朋友呢，应该都会被大陆的现在的一个情况给震撼到。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包括马路，包括交通如此的繁华，如此的便利，想着自己呢就被之前的一个言论包括原来的一个想法被所蒙蔽，到底是有多么愚蠢啊。甚至呢在大陆生活过后了，真的有好多的台湾朋友包括我自己真的都不想再回台湾生活了，真的大陆这边生活真的是太方便了啊。好了，本期的视频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说呢喜欢我的视频，也可以多多关注点赞支持。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台湾省包括大陆这边一些真实的故事，也欢迎大家多多关注，感谢大家的收看。